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满辛普森家第31季第20集。承接上集，因为新牧师的到来，春田镇人们都改头换面了，就连3个小混混也开始当起了志愿者。教堂人满为患，新小妹调侃自己的妈妈，为了见牧师还特意打扮了一番。虽然新妈表示对牧师不感兴趣，但不小心滑落的肩带已经说明了一切。辛巴很不喜欢这样拥挤的场合，特别是旁边还坐着老眼镜仔，秘书也带着朋友前来做礼拜。要说为什么秃头没来，那显然是因为恶魔气质与教堂不符。布道开始，伯德如期而至，他首先对教众讲述了一个事实：来教堂人数正在减少。伯德表示，若是有谁说自己相信上帝，那么别人一定会认为他是在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以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上天堂。伯德告诉大家，宗教的原始功能就是让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而他想要做的就是这个。不只是基督徒，还有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甚至是那些不信教的人，他都希望能够团结在一起。话还没有说完，弗兰德就站了起来，大声询问，除了自己以外，还有没有人怀念教堂以前的样子啊？此话一出，台下鸦雀无声，就连蟋蟀都表示反对。弗兰德见状十分生气地表示，教堂已经从一个温暖安静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自恋小子经营的网红地，这一点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伯德对弗兰德的行为很是不解，他们明明都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他只是相信上帝会爱所有人，因为爱他或者是他才让宇宙开始运行。听到伯德并不否认上帝可能为女性，新小妹不仅又陷入了美好的幻想中，或许这一次我会相信，或许这一次我会祈祷，或许这一次是第一次我会在周日找到乐趣。他会用那淡褐色眼睛布道，我有佛祖，我有科学，第3个就是耶稣会实现的，不一定什么时候，或许这一次我会祈祷，从幻想中悠悠转醒。伯德和弗兰德还在教堂争执，伯德表示上帝就是恩典、传教和宽恕的结合体，他觉得要是弗兰德有不同的观点，那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就只有请他回家再研读一下圣经。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弗兰德，毕竟他可是个冲进市长机前的酒店房间，将里面的饮料换成圣经的狠人。伯德并不怀疑弗兰德的虔诚，但这也许就像鹦鹉学舌，能够背诵圣经却不解其意。恼羞成怒，弗兰德当即就表示要走，他一手一个抓住儿子，没有打算回家。托德拉住爸爸摇了摇头，你不是说牧师没走就不能走吗？于是弗兰德只得重新坐回原位。与此同时，在密歇根州，神父带妻子抵达了买家大教堂，这里就是伯德被开除的地方。到了里面，牧师才发现这里完全不像个教堂，倒是像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得知他是真正的神职人员，领路的女人才开始严阵以待。他带着他们见到了真正的牧师。神父表示自己想要了解伯德的全部丑闻，通过无休者添油加醋，这位牧师从白天讲到了晚上，神父才终于得到了关键性证据。又是新的一天，新小妹在家里阅读圣经，虽然她承认这本书不错，但上面的确有一些她不认同的观点。新妈忍不住调侃自己的女儿，现在是谁为了新来的牧师这么做呀？新小妹没有掩饰自己对于伯德的好感，她觉得她的每一句话仿佛都是在对自己说。新妈收敛起了轻松的神情，她不希望女儿陷得太深，毕竟任何新颖独特的事物在这里都不会长久。虽然新小妹觉得这一次会不一样，但当她看到自己的愿景版时，还是忍不住哭泣了起来。为什么每次她喜欢的事物都会以悲剧和失望收场呢？这次仿佛也不会有例外，因为神父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辛巴将伯德带到了老毛子酒吧，趁着酒劲儿，他向伯德倾诉了众多曾经犯下罪孽。之后，他又询问自己是否能被上帝宽恕。伯德觉得其实辛巴大可不必这样，他认为辛巴仍旧是个好人，抛开所有的善恶行为，他相信辛巴在生命中仍有一块自在之地，在那片净土上，他是绝对善良的。不料还没等到辛巴忏悔完所有的罪行，伯德又接到了弗兰德的电话。他说如果伯德是真的牧师，就不应该在教区居民拜访中迟到。伯德很抱歉地表示自己得走了，还问辛巴有没有被弗兰德针对过。好家伙，反向针对算不算？伯德一问出口，辛巴香得连吐了好几口啤酒，才淡定地表示也就偶尔吧。深呼吸之后，伯德终于敲响了大门。一踏进弗兰德的家，一股悲壮感油然而生。罗德在一旁保佑他，托德缩在楼梯上发抖。一根火柴点燃了阴影中的弗兰德。先生，你要跟我挑战谈论圣经？面对弗兰德的挑衅，伯德也变得严肃起来。既然你想谈的是圣经，那让我们将欢呼献给上帝。在一瞬间，他们的眼中只留下了信仰。弗兰德认为惩罚是信仰的关键，然而伯德觉得任何人都会得到宽恕，最终宽恕战胜了惩罚。弗兰德倒在沙发上失去了知觉，因为儿子的圣水，好不容易重新找回意识的弗兰德还想再挣扎一下，然而伯德一句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他们甚好，彻底击溃了弗兰德最后的坚持。看样子这场比赛已经分出了胜负。教堂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若不是唱诗班还待在这里，恐怕大家都以为自己在夏威夷度假了吧。这时神父踹开了教堂大门，他说自己从密歇根州回来，眼前这个牧师伯德其实是个异教徒。新小梅是第
第一个站出来与神父对峙的。然而他刚为伯德辩解，就被他本人阻止了。伯德说自己确实做过一些坏事，但辛小妹不以为然。这么好的人，做的坏事又能坏到哪里去呢？见伯德依然有很高的声誉，神父告诉人们他烧了圣经，这下教堂里所有人都惊呆了。辛小妹受打击是最深的，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就是事实。其他人也表示需要神父拿出证据，辛小妹更是要求在所有人面前开听证会。这场风波给伯德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现在鉴于他传教支持率已经超过1半了，但在听证会结束之前，对于伯德任何处置都是不合时宜的。全镇人民都参加了这次的听证会，辛小妹得到神父和民众的肯定，成为了听证会的主持人。即使伯德已经亲口承认焚烧了圣经，但辛小妹依然想要劝说神父和人们宽恕他。为此，他还专门让妈妈焚制圣经有关宽恕部分的旗帜，但这并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春田镇人们太擅长排除异己了，那些没有得到铁证人，他们都驱逐过，更别说伯德烧圣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兰妮站起来大声吼道：“驱逐他！”紧接着，全镇人民都喊了起来。只有辛小妹在台上拿着话筒与众人对抗，但一人怎能堵住悠悠众口？很快，老谋子也要求驱逐他。台上伯德再也忍受不了了，他表示自己来到这里是来团结他们的，结果却导致了他们内部的分裂，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打算离开了。他觉得能跟这里的少数人达成共鸣，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比如和辛小妹，也许他能够改变世界。听证会结束后，还是有少数人依然喜欢他，称他为第一个不想一巴掌扇过去的牧师。辛普森一家对他是十分友好的，不仅辛小妹对他全力支持，辛妈更是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餐。在这最后的晚餐里，伯德破天荒地做了一次饭前祷告：“亲爱的上帝，请让辛普森一家永不终结。”辛小妹表示自己还有一个问题，邀请伯德明天在教堂见面。第二天，两人如约见了面。辛小妹问出了最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要烧掉圣经？伯德很无奈，他表示自己只想告诉人们上帝在他们心中，而不是在过度建设教堂或者书本里。辛小妹总算知道了问题所在，他们这座小镇读不懂潜台词。她想问伯德为什么会那么冲动。伯德告诉辛小妹，那时候他才19岁，亲眼目睹人们是如何利用圣经分裂和排斥他人，而人们忙于对路线图顶礼膜拜，却没有朝着目的地努力前行。辛小妹当然能够理解伯德的意思，但是她觉得她可以将这些话讲出来，而不必要将圣经焚毁。即使那时候年轻气盛，但伯德还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莽撞，他从那天起就后悔了，然后开始满世界闲逛。这一切的一切，辛小妹能理解，但窗外那些抗议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他们甚至对伯德扔起了板砖。我想确认一下，上面是否写着我们原谅你？不是的，除非是用红色写的，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最终，伯德还是在春田镇人们的屈辱中离开了。作为他来到镇上第一个见到的人，警长的眼睛里满是不舍。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理解了伯德，重新相信人们的时候，他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信仰。虽然他伤心欲绝，但这样的情绪丝毫没有影响到警员。也许人们本就是擅长遗忘的，人与人的感受永远也不会相同。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宗教这种虚无缥缈精神寄托似乎正在慢慢消亡。在如今兴奋科学世界里，宗教还有没有其存在价值？也许在这次剧情中能够找到答案。在伯德到来之前，教堂只是一种符号，做礼拜只是人们应该完成的任务，而他到来之后，教堂变成人们的乐园。做礼拜能够让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上帝。比起神父的规规矩矩，伯德可以说是离经叛道，但他无疑是上帝最纯粹的信徒，就像是在为母守孝的阮籍，虽然仍旧喝酒吃肉，但他内心孝心与悲痛比那些做样子的人不知高出多少。阮籍如此，伯德亦是如此。宗教想在如今的世界立足，依靠的就是这些从心底里崇拜敬仰并且坚定不移实验到言行之中的人。然而这样的人最终却被驱逐，也许正意味着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见，拜拜。